什么是内卷？博弈论里面有一种情况叫做囚徒困境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假设两个罪犯被抓，一人一个房间分开审讯，那么就有3种情况出现：一种是两个人都抵赖，一种是两个人都坦白，还有一种是一个抵赖一个坦白。都抵赖的话，两人无罪释放；都坦白的话，一人3年；一个抵赖一个坦白的话，坦白的无罪释放，抵赖的判10年。这时候很明显，如果两个人都抵赖，收益最大。但问题是你没法知道对方的选择，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所以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坦白。再比如，现在这孩子从小就开始各种卷，早教班、英语班，稍微大一点呢，就是补习班、学区房。只要大多数人都认为读书是人生的唯一出路，教育的内卷就无法避免。其实我们国家的教育很公平，就是希望通过考试成绩来筛选出智商比较高的孩子，让他们去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做贡献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智商的差异。现在的割韭菜、智商税，本质上就是利用智商差来进行不正当交易。智商有差异，这是天生的，没法改变的。但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，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，而我们的幼年毕加索、幼年 C 罗，在父母的逼迫下，放下画笔，扔掉足球，排排坐学起了奥数，非要以己之短攻敌之长，非要跟幼年的爱因斯坦在考场厮杀。这不仅仅是对个人才华的严重浪费，更是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重大损失。有人说，我就是通过刻苦学习考上了好大学的，那是因为高中的知识非常基础，确实可以通过努力来掩盖智商的差异。但是没有天赋加成的努力啊，提升是线性的，到了一定高度，知识的难度就会指数性上升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努力是最不值得一提的，天赋和智商才是唯一竞争力。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错过了自己最好的选择，只能混到毕业，继续开始在社会上卷。部门年底要裁员，本来大家都是5点下班，其实有个人比较弱，怕被优化，就开始自发的996，大家也只能被迫跟着996。没过几天，他又开始免费加班，不想离职的人也只能咬着牙照做。结果到了年底，能力最弱的那个人还是被裁掉了。这个过程里面，所有人都白白付出了额外的劳动，结局却没有任何改变。就像一部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唐伯虎为了混进华府卖身葬父博取同情啊，没想到遇见一个卷王卖身葬全家。唐伯虎为了更惨一点，直接打断自己一条胳膊，结果对方更狠，自己抱头挂了。虽然最后唐伯虎还是进了华府，但在这个过程里，他白白断了一条胳膊，对方呢，白白丢了一条命。这就是内卷。所以说，内卷任何时候都不是竞争，也不配叫竞争，只是无意义的厮杀，是在比谁更廉价。有时候你以为你卷赢了，其实只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你以为你的收入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，其实你的收入仅仅取决于能够替代你的那些人活着的底线有多低。有人说，人生是张饼，内卷是宿命。不过我不同意，避免内卷有3条路啊。第一，共谋，比如前几年某些城市出租车停运，抵制某地；餐饮商家下线，抵制某团。但这种共谋特别脆弱，不堪一击。毕竟我们都是乌合之众，非合作博弈中，理性的个体都会选择主动背叛。第二是远离，这是普通人唯一可以掌控的事。既然没法改变，那就走人，远离这种无意义的内耗。比如80、90年代，人人都拼了命的找铁饭碗，在体制内疯狂内卷，但有的人就是选择离开，选择放弃铁饭碗下海经商。10年以后呢，他们的孩子依然有能力继续远离，出国留学，不跟你们一起卷高考卷教育，剩下的人只能精神远离，不争不抢，知足常乐，就是所谓佛系。其实只要你真的能说服自己，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。第三呢是扩张，把蛋糕做大。为什么秦始皇和汉武帝被称为千古一帝？因为他们都是把蛋糕做大，功在千秋的人。而我们现在正在做同样的事。这些年我们国家为什么要顶着西方的压力搞一带一路，搞人民币国际化，搞产能输出，就是用经济的对外扩张来解决内卷问题，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可以发自内心的说，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，李平进了中等技术学校，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，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好好品品吧。关注四哥，每天分享大实话。